人事会卡死。为什么？像我们今年记忆专班193万，我们的人事会有剩，但是我们业务会不够，所以要拨第3期，就是10%。光是卡住是说，他们行政院认为各地方的县市政府要自筹10%，所以他不拨那10%的钱，20%的钱那怎么办？我们现在怎么办？人事费用剩10%要缴回，但是业务费用要缺10%，是不是很诡异，对不对？因为我们业务费用，可是人事费用我们要缴回去给他们，所以我们这次生涯的钱注意所有钟点费都是编什么？编业务费，不要编人事费。再来是这个生涯发展的钟点费，不管是对学校的、对各班的，都是对学生，不能对老师。他的钟点费是对学生产。这次我们去研习的时候，他有讲所以你们编经费的时候是2点记例子啦，就是关于说连续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要对老师会有另外我们自己要自筹经费来办。这是我跟大家讲的。再就是我们各校的那个家长版的那个适性辅导的场次我们希望在8月23号各校要跟讲师联系。讲师那个有没有收到公文？有没有收到公文？有就是每个学校的讲师都有跟他联系完之后，我们希望8月底之前，我们讲师会把各校的那个办理的时间跟日期报给我们组织中心，他要公告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希望是9月底之前能够办差不多32%，好不好？10月底之前把全部办完。但办完里面有一个讲师钟点费，那个是我们学校会处理。那是各校的1500个宣导品的费用，像我们这次那一张适性辅导那一张就是宣导品，不是你们各校1500，最后要一路相符，宣导品的费用拿到我们学校，最后我们会请那个服务中心会请各校，然后我们学校核销。那我是认为那个1500一定要花费到我上，一做而已，不要用就是这一张。就这样宣导的时候可以来讲，再来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些就是需要家长喜欢的东西，搞例如一个比如说铅笔盒，他的孩子也喜欢，好不好？就是希望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希望这个1500是花在就是家长认真听的时候，可以给他回去带一些观念的改变的。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费用要好好的把它运用。再来就是研习一定要签到跟签退，这个县政府非常的严厉要求，就是友善校园必校。我们已经是全部国中是除了鸟松跟云生跟永年之后，我们是第1名的。为什么？因为我前几场都没有派人去。为什么没有派人去？因为我在办那个华裔青年 AID 那个娱乐营，太多事情，就是学校总共有在准备，他们要进来，就是7月6号他们要进来。所有都没有派人去，最后公告是绿色的。那个县府说我是可能危险名单之一，要报告的，去报告的。今天早上有人打电话来说，我讲后年我是要去的，我讲好啦，你过来我紧，我去校长我去报，我紧啊，报去校长我那我紧，还是不对啊报告这个校长不是他的，还是校长是我，这样讲是合乎逻辑对不对？校长真命苦，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个课程总体计划什么828，我们校长去报告，好多想那准那敢控过尊严，是不是这样？我们打工好定不过我所以我们校长就是有权，就是也有什么责？为什么？因为事情不要校长，所以会说不校长担待一点，因为对不起结缘你没来的我到一定到，我讲我叫你来对不对？说你要前面的水沟满的啦，不敢出来，那跟你有没有关系？慢一点没有关系，就是一定要来。我说你不能来，也请人家代表来，因为这个是而且是那个跟课程有关的。为什么今天教育主任要来？是因为我们在记忆班、记忆教育在审查计划的时候，我们发觉你一定要要求高职端一定要符合他们记忆开班有一个课班，要对应呢，我们本身国中减免的
是那个弹性课程也要对应的。比如说你是属于什么职群，可以减掉什么课，什么课那是对应的。教务主任好，请大家帮忙一下。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国中记忆班要出去，比如说像我们学校记忆专班有14节课，吓死人，那怎么减？除了弹性课程情况之后，还是要减一些主科。那主科怎么减？我们会开一个课程发展委员会。来，第一个就是只有1节课不能减，比如说历史1节，地理1节，可不可以减？不可以。就是我们要减的是像国文1节，数学1节，英文1节，是可以理化1节，说可以让他在这个怎么样学习的时候还有分数可以。再第二点就是他们高中时在授课的时候本身就有课纲，不能乱教的。像上一次我们学校有一个职业动力机械，就要求老师说，我跟你讲哦，你们学生去你们学校参访的时候。他们说女生的机器人好好玩哦，机器人，他们好喜欢机器人啊！可不可以来教机器人？他跟我讲一句话，高职老师跟我讲说，校长，我们记忆课程，我们国中的记忆课程啊，高中的记忆学程，我们记忆课程都是有课纲要对应的能力指标，不能说你的爱想有爱，你的什么送香蜜比赛呢？我觉得那个高职老师蛮有良心的哦。他不会说，现在好，每天玩那个什么机器人翻筋斗，对不对哈？不可以这样子，他们都有一个课纲要对应它啊。所以我们在请教务主任为什么要请你们过来，就希望你们协助我们辅导室在排课的时候对应的那个职群跟减免课，希望是能够符合我们的要求。再来就是以谁为第一？学生第一的。为什么要适性辅导？就是把对的人放在怎么样对的位置。那第5级领导，这个叫天才。如果放错位置，说什么？就是庸才，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以后的记忆跟生涯跟适性辅导，就是我就是要3个生，3生。第一个生就是要生活，为什么？因为他的周遭的人，他周遭的阿伯阿进哈，一处比对表，都引导做什么看过。他要去了解他，为什么适性辅导？我要对我的爸爸的工作，我要尊敬他。其中还不把这写这更想起来呢。像我最近我一个同事哈，他们家他是退休的时候，他在养了1、2万头的养猪，一个因囝哦，中央大学土木机械系毕业的，做请讲让讲起地头早了，你知道吗？起地的情况，其实起地的情况，现在起地这个命。都是机械化，而且非常有钱哎，2万家呢。口蹄疫的时候，他们家全部没有受影响，因为他们是一系列的那个什么那个管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他，才不会跟起地这吵哎，这生命不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对的生活，再是为了要生存，为了我们的孩子以后有口饭吃，通通讲。比如说博士卖鸡排，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博士卖鸡排，他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他学到一些企业化管理，一些怎么样，是一些行销。其实博士卖鸡排，可能会比卖的别人更好吃，更有名，对不对？那再就是为了什么？要生命。各位老师哈，像你这么大，现在当老师，午夜梦回，如果以前有适性辅导，你会觉得说你人生有关键点是有遗憾的。又觉得说你好像有个选择，你好像错过了，像有一个地方，你好像是怎么样遗失了。就是你觉得说，如果当初这个有适性辅导这么好的一个适性辅导机制的话，你可能现在的成就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说不是当老师不好，但是说你有一些兴趣，其实生命就是你有兴趣的东西去发掘，这是生命的方法热。你当老师不是不好，就是说你当老师之后，你有没有什么错过你某一些？你人生有一些抉择的一个关键点，所以3生：生活，再来生存，再来生命，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请老师来讲的是，他是关于老师今天是讲的是关于性向有关，这个是这个议题最近我就听每次那个教育处那个性平会崩溃流量有够多了哈。我前阵子也收了一个孩子，他是国小还没进来，毕业证收过来之后，我开始改进。他现在国小毕业，他们说不是我们事儿了，因为他已经不是我们学生。我刚说他根本就是人还没看到，就要处理性平案件。所以
所以这个孩子的问题不是说毕业就没事了，还是都是请自己延续性的处理它。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老师，因为今天老师你看这么斗六风雨更大，是不是？我们从这个地方还好，斗那地方还更大，所以今天老师是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所以大家好，这个有问题的话，请教老师，因为我觉得性别案件它新闻那么很有什么代志，可是一发生之后没有处理好，会什么？会触法的，会触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听。这个不是说黑个了法，黑法的代志，那不关的，然后独立的什么？真的是欲哭怎么样？流泪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是要不要请金融主任再讲一下？下午吗？确定？好，确定。下午还留什么？好，那就等一下，因为我10点开一个 AID 的华裔那个青年娱乐营的检讨会，现在过来，所以等一下我要先离开再过来。好，这是请我们的今天的讲师啊，陈斐金教授来帮我们做一场精彩演讲，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感谢。好，主持人，非常感谢薛校长还有各与会的伙伴，大家早安。前面坐在那里终于回过神来了。就跟校长说，斗六风雨很大，是我从台中来的，因为我家住台中。你看，在高速公路上有一段，突然觉得好恐怖哦，就是那个雨刷已经刷到最快，然后前途茫茫的，想到生涯一片茫然。我想我的未来在哪里哦？就是因为真的很恐怖，就是我把所有能打的灯、闪灯啊，还有那个大灯哈，然后我就觉得我一直要跟紧前面那部车，各位应该都有这种雨中拍摄的经历，我很怕它不见。生涯里头没有指引，有没有？就想完蛋了哈。然后那个雨真的大到你觉得我好想把车停下来，可是你又被迫，我们人生也没办法，可以了，我们可以暂时停止休息一下哈。可是，在高速公路上真的很困难。所以有一段，后来中间一小段好一点，就是断断续续，就是讲一段，那个雨都大到不得了。尤其昨天我小叔哈，他在嘉义他在中台科大教书，我就想到他昨天在高速公路上打那74号线打滑哈，原来真是年轻人打滑以后还可以在脸书上 po， 只不过要开个会，没想到雨这么大。一颗轮子就飞出去，然后他很幽默，其他小孩也4个什么小孩也跟着出走。我们家小孩就帮我解读说，妈咪他的意思是他花很多钱，小孩就跟着出走了，所以真的是很惊恐的经验哈，就觉得哇这里怎么大成这样，就觉得感觉晕到了。后来我知道他昨天为什么打滑，74号可能也是他的水很高，就轮胎可能就空转之类的，因为你空转完轮子就飞出去了。所以真的冒着生命危险，但是我想各位也是啊，因为气象预报这2天一直在讲台中还有云林很多地方其实那个雨量都很大，所以我相信各位刚刚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然后就算已经进入校园了嘛，也还是光要上楼梯，我本来已经把伞收起来，后来发现那个水会迎面打过来，还是要把伞撑起来。所以我相信此时此刻坐在这里的老师一定是不会让校长困扰的老师。有责任感，有使命感不会说反正去报告是校长的事，不是我的事那我觉得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尤其看到很多老朋友，应该没有人是8月15、16、14、15去上那个什么工程国小跟公立国小的那个性骚扰性别事件的行政调查，有的人可以举起手，所以你们是这个暑假第2次看到我。对，我暑假的课程我今天出门跟我们家小孩说，我暑假课程今天中午就结束了，就是之前在学校的在职班功课吧，后来去上了2天跟今天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刚刚校长提到性别事件那天去上过课人可能知道，他转衔嘛，他从国小转到国专明确身份以后，看起来就是后续如果不明的状态，那当然可能就是要看主管机关的配合那今天当然跟性别也有关系但是我想还好，就是我们2位是那几天那2天我们其实一直在讲那个性别事件流程要怎么处理那今天的部分，我想上午到11点50之前有那个造表操课，各位觉得比较有希望一点，因为下午各位还有半天的课程其实我把题目因为当时薛校长在找我的时候，我有做一点讨论我说基本上我可能比较想谈的是
生涯发展跟性别因素，虽然听起来可能没有，会觉得说，这跟我的学生你有关系吗？还是像刚刚校长在谈到未来各位在学校里头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关乎学生的未来生涯发展，但其中刚刚校长一直提到适性的辅导、适性的发展嘛，这里面我想很重要的区块那个适性里头，它的潜能啊，它的志趣，但也有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说。性别因素是不是会跟生涯发展中间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各位暑假有些女老师，暑假来上课啊，各位有没有困扰？还好，因为我曾经听到有男老师好像没听过，女老师告诉我说，比如说暑假要出来上课，她家人尤其婆婆就问她说：“啊，你不是放假吗？那也各位去小口。”有没有就说这可能是一般人，就说你不是放假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去上课？他可能会就说长辈对于这个国小教师或国中教师、高中职，就到对老师老师这样一个生涯角色的工作内容的想法，他认为说，既然放暑假，为什么你每天还要往外跑，还要去上课？那这里头有些时候就要去解释嘛，告诉他说，现在老师怎么样？其实不像当年，对不对？就像我们师培因为我在云科大在技职所跟师培中心我们现在当然这个惨淡经营为教师之路更加的艰困但还是有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他还是要来考我们师培。那每次面谈免不了，因为跟生涯有关这个生涯决定是怎么做的？就像刚刚校长提到，当年各位选择这个角色，那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这个角色那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当老师？”那还是会听到有学生告诉我说：“因为当老师有寒暑假呀。”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第二个人际关系比较单纯，这是我最常听到的2个理由。各位接下来会怎么回应这样的生涯选择因素？我通常问他：“你确定吗？”像有威胁的味道吗？应该没有，用和善的语气告诉他说：“你确定吗？”那你们实际上去了解过这个工作角色这个职业它的工作内涵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在我们就会看到了那当然大部分时候传统上很多人认为教师这个角色，尤其在国小阶段，国中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明显好像比较会跟女性画上等号，对不对？会觉得那个国小阶段孩子比较需要母爱是吗？然后需要被关心照顾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女性好像比较适合扮演这个角色或是传统上刚刚讲到那个叫什么，要寻找亲家，要结姻缘的时候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大家对行职业的刻板也影响着他的婚姻抉择，对不对？刚想举个例子养猪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没有把它 update 现代化科技的这个辅助然后如果停留在过去的印象，那的确会影响他的抉择他认为这个不是我要的这种对象他们家的职业类型或是生活形态，所以这里面其实各位发现这些在都影响我们的生涯选择，所以我们的学生很有可能也是在这些概念之下去做他的生涯选择，抱持着什么样的想法所以我刚刚分享说，像我们师培的同学，他们要来考试的时候，会问他说：“其实比较理想的状况是，如果他真的去了解甚至于是做过一些访谈等等。”会比说他抱持着这个想法、想象的就做了这个选择会来得更好一些所以基本上我会问到各位几个问题如果各位愿意回馈分享，那更好。第一个就是说，你会关注学生生涯发展的议题或现象。当然，以现在最夯的当然就是12年国教这件事情那其实应该我不知道各位在现场里头观察到学生或家长，甚至校内老师们大家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你最关注的生涯发展议题或现象是什么那第二个部分，性别观念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涯发展我自己在师培有一门课叫做性别教育因为他们准老师现在的性别平等教育法，过去各位在师资培育的过程可能有那93年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以后那其中有写到师资培育机构应该要开设性别相关课程。那这里面当然不是只有性骚扰这个等等的概念那包含它跟生涯这件事等一下各位看到相关的法规所以在这门课程里头我曾经问学生说，他有个作业是性别与生涯他的生涯跟性别的关联性是什么
就像各落去回顾你自己哈，我这边有问到说，各位自身的经验怎么影响学生对生涯跟性别关系的看法？我们会不会还是依旧会告诉他说，哎呀，女孩子其实怎么样，也不必一定要念这么多书，只要怎样就好，只要怎么样嫁人，对不对？好，设法让自己变得条件好一点。那个条件如果再加上大众传播媒体的催化，可能还是外形啊，这个身材等等所以不经意当中会不会流入了一些自己的性别概念在我们跟学生的互动里面？所以不一定是在生涯有关的课程，其实性别教育、生涯教育也是有可能是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那我们怎么去看？那孩子怎么看这个部分？他的生活周遭有哪些讯息？慢慢渐渐的形成了他自己对生涯的想法。比如说各位的学生，他的脑海里有多少种行职业？去年还前年暑假有一次好像也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是朝阳科技大学办的。那时候好像很多高中职的老师有去参加我谈那个职业兴趣组合卡在生涯辅导里头的应用。然后后面就有个高职的老师问我说，他的学生因为那职业兴趣组合卡有60种职业他说他现成的卡片有60种，当然他给你一些空白的卡片是，如果上面没有的，你可以自己再加上去。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有一个高中的老师问我说，他上面的60种职业我的学生知道的非常少。因为职能治疗师就是有一些他觉得说，他举了几个例子说其实我评估我的学生，他了解到上面所列的60种那个行职业到底到底他在做什么？他说评估起来大概他可能只能了解个5、6种。其实我听完之后，那时候还有点惊讶，想说，到了高职，尤其是高年级了刚刚他谈的是3年级的学生。我的想法是说，如果60种职业里头，他大概只知道很少数的，那会意味着在过去的成长经验里头，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校里头或是生活里头学习到的刺激，或是他接触到的资讯，可能非常的有限。那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可能真的不是叫他去把那60种卡片，然后把它排3堆，喜欢不喜欢，可能会有很多张不知道，可能60张有50几张是不知道。那这时候其实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很多的不知道意味着什么，是我的了解所知有限，这可能是一种现象另外有一种是我不想做我就随便就反正就给你还不知道。但以那个老师问的问题的情况，他不是不想，而是说他觉得他拿到这个职业，我不晓得，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你要我去判断他喜欢或不喜欢，对我来说可能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不管老师自己或是各位看到自己学生在教学现场各位看到，当然我们今天有很多有行政角色的伙伴那在我们推动很多活动的过程里协助学生去自我了解跟探索等等我们会发现说，学生怎么看他自己的性别跟生涯之间的关系。我们阶段会不会我们有机会去了解，甚至引导他去思考，是助力，或是被干扰跟影响？因为他的背后，他的家庭系统，家庭有可能会告诉他像刚刚讲说，也许会告诉他说，哎呀，那个女生没关系成绩不好也无所谓反正后面我讲到几个生涯理论，过去比较在谈跟女性的生涯发展有关的部分后面有可能他会觉得说其实对了，他也内化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说其实也没关系，好像我可以不用对自己有太高的期望，也 OK 那这个是无形中潜移默化一点一滴慢慢形成。而各位在教师角色上或是行政角色上，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就是说可以怎么引导孩子去看，不一定有标准答案，但是他如果回到自己身上，发现说性别跟我的生涯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好像刚提到的，也许女生会被告知说，那个好没关系啦，反正无所谓就是有念就好了但是相对的，有些男生假设他的学术兴趣不一定有这么高的，那家长可能会给他什么样的压力？你要你熬盖起来的，你这样长大以后如何这个照顾家庭等等所以相对的那个可能对他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压力。好，用性别来分类这个生涯选择我自己几年前在学校就碰过设计学院的女生
4个学院嘛，工程、管理、设计跟人文啊。设计学院的女学生跑来跟我讲哈，在个别咨商的过程，她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应该不太适合念这个科系。我说怎么了啊？是不是在学习上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总是用开放式的问句去搜集资料，了解他的情况。所以他说也不是啦，是说我发现我们这个领域其实工作的那个形态，就是不一定是很稳定的。当我要赶案子的时候，可能没日没夜，必须熬夜好几天，连续把一个案子赶出来。但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会影响到我未来，对不对？他说，如果以后我结婚了，不适合照顾家庭跟小孩。所以他非常未雨绸缪嘛，对不对？开始想说，安内不能准时下班去接小孩，然后也没办法做晚餐、照顾家庭等等。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他从小到大开始已经内化了这个跟性别有关的角色分工。所以其实他不是不喜欢，也不是没兴趣，是说这样好像不太好所以这个生涯里头，各位看到有没有？他对自己的角色的选择影响了他怎么看待自己目前所读的这个科系。但很有趣的我从来没有碰过同样的学院的男学生来告诉我什么。老师，我念这个科系好像不太好，因为以后没日没夜赶工的时候，不适合照顾家庭。这个是我们目前也很普遍看到常态的，就是在家务就是双生宜来家庭，在角色扮演跟分工里头那学生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会不会能够适性的去发展？当然，这适性里头我们从哪些角度来看就是比较可惜的，会不会是说我有能力，我有兴趣，只是我自己设了一个限制，是说这个会干扰未来的某些角色，这些都可以有很大的讨论空间，跟怎么样去看到说，好像因为这个东西你已经主动的把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好像就放弃了所以我不知道在这4个议题里头各位有没有想到你自身的经历？比如当年选择教师这个工作，有没有很多人可能说很好，或是刚刚讲在婚姻的抉择里头，某一些角色某些职业的选择会被认为比较 OK 等等我觉得当然我们目前的角色里头最关心的是学生怎么看，如果看到的家长怎么告诉孩子，对他的期